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是更喜欢大屏还是小屏的阅读器呢？我以前肯定说7英寸，拿着像本小书，看得舒服。但最近我的答案变了，越小它是越香啊，因为它不再是泡面盖子，而是我在地铁、排队，甚至马桶上最常掏出的读书搭子。这是展越刚推出的墨水屏阅读器 Tango， 手机大小，兜里一塞，真正的随时随地想看就看。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我使用它的真实感受。话不多说，让我们 Let Go。Tango 的大小比我手上 iPhone 15 Pro 稍微大一丢丢，整体更像是 Plus 那种感觉。正面是一块 6.13 英寸的屏幕，圆润的4个角，侧面边框也有弧形过渡，机身线条非常顺滑。不过如果上下边框能够再收窄一些，正面的视觉观感会更好一些。背面是反树皮的材质，我个人挺喜欢这种材质的，拿在手里不打滑，摸上去会有皮质的感觉。同时也防水防污，机身有黑白2个颜色，黑色比较容易沾灰，不过轻轻一擦就干净了。关键它只有157克，厚度7.9毫米，跟我日常使用的手机一对比，说实话，我已经很久没拿过在这种尺寸下还这么轻的设备了。这种小尺寸的最大的优点就是便携，随时随地想看就看，能拿出来就能看，不会有心理负担，也不需要那么有仪式感。就像著名的机场畅销书《微习惯》里面提到，一件事越不费劲，你就越容易坚持。当你买了墨水屏阅读器，就可以和自己说，没有手机的干扰，屏幕又护眼，我就可以认真的看书了。满打满算1周1本书，我四舍五入下，1年岂不是可以读50本了？结果都是泡面一盖，海鲜市场包邮到家还不赖。除了你要管理资产上亿的公司，平时没时间看书以外，更大的问题在于7英寸的阅读器压根不算便携。你要说它大吧，还不至于，但你想要塞进裤兜，除非你天天穿着超级玛丽的背带裤，想带出门就得背个包，这样一来使用场景就被限制住了。反过来呢，当尺寸变小以后，使用机会就变多了，兜里掏出来就能用，一来二去它就不再是泡面盖子了。这就好像很多人觉得，相比大屏的 iPad， 小屏的 iPad mini 可能更实用，通勤、排队、地铁、摸鱼、咖啡店、公园、卧室、高铁、飞机，只要你原本会拿出手机刷小姐姐跳舞的地方，你都可以掏出它来翻上2页。屏幕方面，熟悉的卡塔1200 300ppi 属于主流墨水屏的配置。这块屏幕最让我满意的是它的抗光能力，在户外阳光直射下，你会发现它的屏幕反光明显比手机小，光感会更好。纳米琢克工艺加上哑光的屏幕，在阳光直射下能把大部分干扰光都直接打散，这样就不会看着屏幕里自己的大脑门看书了。屏幕也支持30级亮度和30级色温调整，不过现在还不支持全局的深色模式。我问了展越的官方，他们表示后续 OTA 会更新这个功能。再说说机身按键 ，Tango 一共4个物理键，布局左右对称，按键手感回弹有力，不松垮，声音脆，按下去也不费劲，拇指一顶就行。右上角是电源键，固定不动，其他3个键都可以自定义功能。比如左上角默认是快速启动阅读，按下去你在哪个界面都能一键进入书架。这个按键还可以自定义成你最常用的 App， 比如微信读书，按下后就直达微信读书的阅读界面，就不用满屏的找图标了。左右各一个翻页键，默认是右手模式。手握设备的时候，大拇指刚好卡在下一页键上。如果你手掌大一些，左边那个上一页键也能用中指够到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设置里变成左撇子模式，互换2个按键的功能。我自己的习惯是把2个按键都改成下一页，这样不管是左手还是右手拿机器，都可以习惯的用大拇指翻页。除了刚才说的物理翻页键， Tango 也支持全局手势操作，它一共有6个可自定义区域，操作逻辑和我们熟悉的安卓手机基本一样。左上角下滑可以开阅读灯，左下角上滑呼出任务栏。在这个尺寸下，大多数人的大拇指应该都能够比较轻松的覆盖到屏幕下面的3个手势区域。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，把这几个区域设置成最常用的几个功能快捷方式。接着来看看重点戏，显示效果。导入本地小说，在关闭全局刷新、打开长影顺清后，文字翻页的时候几乎没有长影，页面也很干净。再看看它在常用 App 里的表现。这个表现你能打几分呢？除了看书外，它也能听书，你可以直接用它自带的小喇叭或者连个蓝牙耳机。
默认音色和扬声器的表现就那样，简单来说就是听个响。从斯坦普斯这段回忆中可以看到，克林顿在达成目标过程中是多么直截了当。性能方面，虽然在墨水屏设备上谈跑分好像有点不太合适，但8G 内存加上128G 存储这样的配置放在墨水屏里相当能打。我试着后台挂了好几个 App 来回切换，基本没掉链子。另外，它还有个挺实用的点，每个 App 都可以单独设置显示效果，比如说像知乎这类需要频繁上下滑动浏览的 App。你就可以单独为它开启快刷模式，这样滑动起来会感觉更流畅，视觉上的延迟感也会少很多。我们再来聊聊续航。首先 Tango 是一款纯粹的阅读器，它没有 SIM 卡槽，也没有摄像头模组，3900毫安时的电池加上这块小屏幕，续航表现在开放式系统里可以说是很顶了。看书1小时大概掉电1%，连上蓝牙耳机听书1小时，耗电差不多4%，待机12小时，消耗电量2%。如果你主要用来看本地书，平时不怎么用 WiFi 和蓝牙的话，把它们都关掉，续航表现还会更好。充电方面，半小时59%，1小时充电到92%，所以作为一台随身携带的第二设备，你真的不用太焦虑电量问题。这时候就有小伙伴说了，要是这条 Tango 能打电话，是一台真正的手机就好了。这个呢，我是这样想的，你别指望把它当手机用，也别指望它拿来看视频。墨水屏这项技术，或者说这类产品，从它出生的那一刻起，它的命运就已经被安排好了。省电没有蓝光，它就是为了文字而生的，它的存在感刚好填补了一个空档。当你想专心阅读，不想被社交媒体、短视频、各种弹窗打扰，那么它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。用它看书的同时，你的主力手机还能干别的，互不打扰。说白了，它不是来抢主角戏的，是来当安静的读书搭子。你非要让他打电话，就像让詹姆斯去打乒乓球，他可能挥拍很用力，但也完全发挥不出这位市区老汉的统治力。而且一旦加了电话、视频这些功能，不仅鸡肋，待机时间还变短，拖慢体验，推高价格，等于你为了不必要的功能买单，反而更亏。当然，唯一的缺点是，真遇上紧急情况，它没办法打电话。但真到那种紧急情况，我们多半还是会依赖主力手机，通常也不会指望它来急救。屏幕尺寸到底该多大，其实从来就不是优劣的问题，而是使用习惯的问题。屏幕越大越沉浸，屏幕越小越自由。有些人就爱大屏，看漫画、刷 PDF、读论文，尺寸越大，捧着越像一本真书，体验更沉浸。但也有很多人更看重随身带、随手看，比如每天通勤、排队、碎片时间翻几页小说。这时候你可能就不想从包里翻出一块大屏，你只是想顺手从口袋里掏出小屏，看几页就放回去。Tango 就特别适合这种碎片化阅读加高频使用的场景。读书不一定要沉浸，有时候只需要能随手翻上一页。OK，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赞、分享并订阅。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继续更新的动力。我是 Barry， 让我们下个视频见。